拿着冷兵器就敢叫嚣，格局小到拉完了，是时候给你们一点点热武器的震撼了。众将士听令，第一个摘下山溃国旗的，单独奖励2条华子，2瓶毛子。谁能想到，几个月前我还是个快要饿死的穷鬼，如今命运的齿轮彻底转动，我已是这大晋王朝的国师。996社畜穿到荒年，这日子属实离谱，难不成真要躺平认命了？傻丫乖，傻丫不饿。这是被打怕了呀。虽说都是苦命人，可这都要饿死了，爹妈还往家里捡人。哼，凭1袋糙米就想换人，这是我们全家最后一点口粮了。不是还有块地吗？那是留给小波去。这傻子不是给你们了吗？穷鬼配傻子，多般配呀！盲盒系统已绑定。系统每天1个免费盲盒，花钱还能继续抽，是否立即打开新手礼包？天不亡我！开！我要吃的！恭喜宿主获得白面肉包2屉，精大米10斤，面粉10斤。今天的免费盲盒居然开出1罐盐，这在古代可是硬通货。钱掌柜，您见多识广，看这个能换多少粮食？你从哪儿弄来的极品细盐？这您甭管，10斤大米不过分吧？这成色只有官仓才有，私贩官盐那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想死别拉上我！小波，你这变戏法的本事，莫不是遇到神仙了？娘，您就别问了，以后儿子包你们饿不着。全都不许动！坏了，这下BBQ了，肯定是钱掌柜告发我犯私盐。各位军爷，盐是我一个人的事，要抓我，跟我家里人无关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抓住他，带走！沙哑，官爷，您就通融通融吧。通判大人交代县令抓人，不就是个傻丫头吗？怎么？通判大人姓赵，他跟赵员外是表亲。你品，你细品，官商勾结，事情变得棘手了。丁，触发任务，请宿主尽快营救傻丫。完成任务，奖励番薯1袋，洋芋种子1袋，高级盲盒1个。高级盲盒可开出金色传说。既然要救人，那就给点力，给我出一个牛逼的防身武器。恭喜宿主获得 M 系列手枪1把。什么？还能有这种好东西？子弹呢？宿主可通过抽取高级盲盒，有概率开出适配弹药。给枪不给子弹，玩我呢！傻丫乖，傻丫不饿，多吃。在这人吃人的荒年，一个傻姑娘都知道对你好，我刘波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没武器，我就想办法智取。赵员外，地契已经给了您，为什么还要抓傻丫？地契是我的，傻丫卖身到我府上，丫鬟出逃，我当然要抓。你逼他签卖身契？你有证据吗？再乱说，我就去通判那告你。听说你最近发达了，有法子弄到不少精粮。粮食的事，我不能说。你若不想给也行，只是你家那破草屋1把火就能烧干净。员外说的是，我只想在这乱世带着全家活下去，求员外护佑。让我看到你的诚意。这里人多口杂，晚上我亲自带您去取粮，保证给您惊喜。你可别想耍什么滑头，别忘了你那破草屋。员外放心，我最识时务，这个是我单独孝敬您的，算你识相。府尹正愁没通判赵武才的罪证，而你，他的好表弟，就是最好的突破口。私贩官盐，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这份大礼，不知你赵武德可还满意？想知道我的秘密？等你跟府尹大人解释清楚，你怎么会有官盐再说吧。赵武德，这本账簿清晰地记录着你与赵武才勾结贪赃的每一笔账款。即便本官不追究你这来路不明的官盐，这个账本却是铁证如山。
通判赵武才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表弟？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，可把我牛逼坏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高级盲盒1个，番薯种子1袋，洋芋种子1袋。别打了，傻丫姐！不怕了，哥带你回家。刘波，钱掌柜有什么事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得了什么法子，突然弄到那么多精粮，但这乱世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爹当年救过我儿子一命，我钱某虽爱财，但不会忘恩。我虽说的大义，但其实我也能从中谋利不少，也是有私心的。他说的不无道理，以后东西直接拿到他这里卖，确实少了我不少麻烦。互惠互利嘛，我懂。以后还得仰仗钱掌柜。打开高级盲盒，恭喜宿主开出金色传说，适配 M 型手枪子弹10颗。漂亮！这盲盒开着才带劲啊！话说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升盲盒爆金的概率？花钱可删除选项，提高金色传说概率，钱越多，盲盒等级越高。听明白了，得氪金呗。这些钱能怎么玩？建议宿主购买选项删除，预祝宿主开出金色传说。行吧，那就删除这个还有这个。恭喜宿主开出金色传说，该猎犬经过专业训练，可追踪、营业、警戒。氪了金，果然不一样。狗子，明天带你去后山打猎，咱们整点不怕行的野味尝尝。傻丫要吃好吃的，好多好吃的。要不要这么夸张？整个山都空了，就剩这片密林了。可它常年瘴气环绕，我有命进，未必有命出。出来吧，小宝贝儿，爷爷请你吃花生米。我操，这不该是野猪狍子之类的吗？开局就打虎，把我当武松整，狂，让你狂！爷爷花生米好吃吗？啊？这怎么还有复活甲的？你不要过来啊！狗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咱们得赶紧走，这林子里指不定还有什么别的凶兽。这么大的玩意儿，怎么运呢？娘，这卖虎钱您收好。如今有了钱，明儿咱们把房屋修缮修缮。咱们成了先人这么大的恩惠，往后更要行善积德才是。好了，傻丫，狗子今天累了一天，让他去院子歇着吧。不要叫狗子！你不喜欢狗子这个名字，那你给取一个好听的。长乐，叫长乐。知足常乐，好啊，好名字。爹，明天封个顶，这房子就算修好了，傻丫也有自己的房间了。刘波，你害我们受伤不说，更是枉送了张三一条性命，你得赔！你还我儿子！你在这儿发的什么疯？又不是我杀的人，凭什么让我偿命？要不是你说后山有神仙机缘，我们会组队上山，我弟弟胳膊都被咬掉了，张三更是连命都搭进去了。你们自己动了贪念，还把锅甩到我头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今天你要么交出神仙给你的宝贝，要么就拿你的命来偿。想要宝贝，行啊，花生米要不要？你们再上前一步试试。啥玩意儿？这炮仗声比那雷声都大。大家别慌，他刘波就是吓唬大家的，大家一起上，宝贝就是咱们的了。真服了，我这枪居然还不如一只狗管用。你们真以为我刘波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软蛋？爹，昨日我去拜访府尹大人，他老人家还跟您问好呢。别吹牛了，你怎么会攀上府尹大人？听说前2天通判大人还来抓人呢。哼，那要我说说你口中的通判大人是怎么被罢官打入大牢的吗？还有那员外赵武德也去蹲大牢了。触发任务，带领全村村民开荒种地，解决全村温饱问题。完成任务，奖励绝品仙丹1颗，高级盲盒3个。我去，仙丹是什么？长生不老吗？宿主完成任务即可获得奖励信息。
你们是想跟那赵家兄弟一样进去蹲大牢，还是想安安分分的过日子？谁不想安分分的过日子？可没吃的咋办？穷啊，饿啊！三儿说，要么饿死，要么进山搏一把。这大荒一过就是3年，大家饿怕了。这年头大家都难，但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神仙给了我机缘，就是让我带着大家开荒。我这儿有种子，大家可以免费来领。咱们开荒种地，有了粮食，咱就不怕饿了。那地都荒了3年了，能种出啥？就现在那地，连根草都长不出来，咋种庄稼？我看他是想骗我们，给他白干活。就是赵员外倒台了，马上要喊他刘员外了。撒了，人家发迹了，咱斗不过，认命吧。爹娘，咱们自己种，种出东西他们就信了。小波，他们说的没错，那地种不出东西。爹，你信我，按我说的做，我保准你出苗。傻丫，你可仔细着点儿。小波，傻丫比我做的都好，你别操心他了。啊，走，歇会儿去。看，这是你画的，我们傻丫真棒。回头我去镇上买点纸笔，你帮我画到纸上行吗？太棒了，有了傻丫的步骤图，就不用担心村民不认字的事了。刘波，这都1个月了，你家那地里咋还没动静？可不是嘛，看你天天起早贪黑的，我真以为你有仙人点化呢。仙人看到这荒了3年的地，也得摇头。快了，就这2天，谢谢关心，慢走不送。爹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没事的，正常也是要30天左右才出苗。爹信你，那神仙赐的书只有你看得懂，就是担心。我也是没想到古代的文盲率这么高。我跟你爹种了一辈子地，这20天不出苗，基本就是死苗。这土豆你们之前没种过，这玩意儿30天出苗才好嘞。画完了，我们傻丫真棒。天色不早了，快去睡觉吧。不要，傻丫一个人害怕。好，我陪你。发苗了！真发苗了，果然是仙人指点，皇帝真能种了。想种的来我家领种子，不想种的明年继续饿肚子。种子不收钱，种出来的粮食我只抽1成。我试试，反正也快饿死了。行，你是第一个。刘波兄弟，你看我先来后到。波哥，我昨天可没跟李四他们一起笑话你。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种子人人有份，但能不能种出来，就看你们用不用心了。这是耕种图，按照这个步骤来，保准出苗。看不懂可以来问我。这个叫化肥，仙人赐的神仙土，混进地里能让荒土变肥土。谢谢波哥，谢谢仙人。大老爷们扭捏啥？我对不起你。他们种地我收1成，你得罪我了，我收你1成5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应该的。家人们，谁来评评理？这狗系统啊，就是他任务需要什么就给我开什么。老子不要化肥跟锄头。这些是宿主现阶段最实用的物品。卖老虎那20两，5两修了房子，10两在我娘那儿，我身上就5两全给你刻高级盲盒了。结果呢？除了几袋化肥，就是锄头跟犁，连头牛你都不给我。宿主余额还有3文钱。那我谢谢你的提醒，你人还怪好嘞。盲盒开出的概率需要我再向宿主解释一遍吗？套路，全是套路。开头2个爆金纯粹是割我韭菜的鱼饵。不要过来！没事了，不怕，哥在呢。活了，全活了！波哥真是咱村的活神仙啊！是啊，以后谁敢说我波哥一句不好，我第一个跟他急。刘波！那是什么？种是蝗灾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别吃我的苗啊！有了，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，能干活的都跟我来，赶紧！有铁锹的都来挖坑，我大概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坑，剩下的人去捡树枝、干草、布条，
只要能生火的什么都行。快！天不绝我，烧死你们！真香啊！也不知道烤蝗虫跟烤蚂蚱是不是一个味儿。想啥呢？看来我是真饿了。成了，成了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高级盲盒3个，绝品仙丹1颗。绝品仙丹可恢复缺失的记忆，高级盲盒有概率开出金色传说。不是长生不老丹啊！失忆？我身边没人失忆。波哥，我一家老小昨天吃了顿饱饭，3年了，终于吃了顿饱饭。要不是你，我们今年全得饿死。别整这些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不知道吗？我就是激动的，丰收了，高兴，高兴。挺大个老爷们儿，像什么样子？波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难民群来抢粮了！真有粮食，我也不为难你们，把粮食交出来一半，这是我们的粮食，凭什么给你们？找死！老子先剁了你！抢粮的，这就是下场。我们也是饿疯了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饶命！触发任务，请宿主收编难民群，并带领众人开荒后山，解决众人温饱问题。完成任务，奖励金丝软甲防弹衣5个高级盲盒。防弹衣，这把夯爆了！我知道你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想吃饱饭，以后就跟着我干；不想干，现在就可以走。至于村里的粮食，我看谁还敢惦记。大家伙歇会儿，喝口水。大家这几天辛苦一点，按照我的图纸，把后山修成梯田，不然水稻没法种。好嘞，咱都听波哥的。这是狼，大家伙小心点，这饿极了的畜生更难对付。畜生，滚开！头领，他腿上有伤，跑不快，又挡在我们前面，都拼不出全样了。也是条汉子，狗系统！我说怎么会那么衰呢？攒了8个高级盲盒，连着给我出了5只弩，原来搁这儿等我呢！傻丫，过来一下，帮我画一个圆形的，上面带齿痕的，明白吗？要不要我说的再详细一些？哥，他听得明白吗？傻丫，画一个给他看看。你们的种地步骤图，还有后山开荒图，全是我们傻丫画的。我们傻丫最厉害了，最厉害！要得急，若是合理涨价，我也接受。这几头狼钱若是不够，足够了，后天一准给你交货，到时候一起跟你算钱。生火做饭的香味会引来野兽，这捕兽夹加陷阱应该能挡住吧？在这里挖陷阱，用削尖的木头做底。有了这些，定要让那帮畜生有来无回。这几个月直接给我干农业频道里了，今天总要出金了吧？恭喜宿主开出金色传说，获得军用望远镜。望远镜？嘿，那我岂不成千里眼了？有血！李四，叫上几个人，带着家伙跟我来，快！这是何处？表面伤口给你处理了，你再看看还有哪儿不舒服。在下龙傲天，一介书生，进京赶考被匪徒追杀至坠崖，多谢壮士相救。什么？你说你叫什么？在下龙傲天。他不会认出我了吧？好名字啊！不过是平平无奇的名字罢了。平平无奇是这么用的吗？你可是狂拽酷炫屌炸天的代名词。波哥，这剑是军队的制式剑，这人不简单。触发隐藏任务，请宿主全力保护龙傲天的安全，并助其查明真相。什么？完成任务，奖励神级盲盒1个。神级盲盒可开出任意指定物品，
这身衣服明早可以换上，我先出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属下无能，来迟一步，让太子殿下受惊了。追兵到了何处？禀殿下，追兵在10里外被我们引入岔路，短时间内不会查这里。正好我可以在此处养伤，查出是谁出卖我的行踪吗？暂时还没头绪。这村子人多眼杂，待殿下伤愈动身，这里留不得活口。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，都是我龙傲天该守护的。你让我杀他们？殿下，成大事者当不拘小节。闭嘴，下去吧。波儿啊，这小伙子身上还带着伤呢，啥也不吃的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龙兄，怎么不吃？不合胃口？我胃不太好，吃不得这些。若能喝些米粥暖胃，再配些爽口小菜，已然是我的底线。真把自己当霸总呢？可惜老子不是王妈。底线？哼，走，我带你出去转转，看看咱们这儿的爽口小菜，比半年前的树皮操根好太多了。等地里这季再熟，肯定够吃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们一家早就吃观音土，撑死了。现在好了，咱们都吃上正经粮食了，日子有盼头啊！刘兄，你这么做图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开荒种地是你游说村民做的，种子工具都是你自己贴钱，如此吃力不讨好，究竟图什么？如此费心收买人心，难道他想造反？图什么？图我爹娘能吃饱饭，图傻丫不再被欺负，图全村明年都不再饿肚子，也图龙公子将来金榜题名，还能记得这碗糊糊的滋味，当个好官，让更多人吃上饱饭。先生大义，傲天受教了。殿下，走，一个都别想走。你们动了我的人。说，把我行踪透露给你们的到底是谁？是。你是在找我吗？林丞相就请了你们这种货色来对付我吗？说，接应你们的到底是谁？举起手来，交枪不杀，懂不懂？我杀人了！我龙傲天欠你一条命！你先等会儿，霸总发言，让我先晕一会儿。啊？那些你弄哪儿去了？埋了。受伤了，你自己处理的？无碍。你功夫挺厉害的，打那么多个。无他，为手熟耳。那什么，我真杀人了？你没学过武，怎会轻易就杀死一名刺客？那自然是我。擦，吓死你爹了，差点成了杀人犯。你不怕吗？我杀了人，那不是他们先要杀你吗？此人当真奇怪，明明那么害怕杀人，却并不害怕杀过人的我，自己也是食不果腹，却还心系天下百姓。图什么？图我爹娘能吃饱饭，图傻丫不再被欺负，图全村明年都不再饿肚子，也图龙公子将来金榜题名，还能记得这碗糊糊的滋味，当个好官，让更多人吃上饱饭。好了，折腾了大半夜，一会儿天该亮了，赶紧歇着吧，我走了。举起手来，交枪不杀，懂不懂？我杀人了？没有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有。瞧见你了，波哥不怕，
傻鸭在。有傻鸭在，波哥不怕。恭喜宿主获得净化器一台，通过光能运转，可有效过滤瘴气毒素，持续时长4小时。密林那层瘴气能清了，太好了，得赶紧打猎搞钱，老子不能再在这农业频道混下去了。后山那片密林大家都知道，瘴气重，多少年都没人敢进。这是仙人赐给我清瘴气的宝贝，能让我们进去待上2个时辰。今天去围猎狼群很是危险，不想去的现在可以退出。去，跟波哥干！龙公子，你腿没好，还是在家歇着。狼群不比寻常野兽，会团队协作。若按寻常打猎的法子，容易吃亏。你会打狼，又是随家中长辈围猎过几次，也读过一些猎兽之法。波哥，这人身份成谜不说，走路都费劲，就是个拖油瓶，不能带。得带，我们都没什么打猎的经验，咱不能拿自己的命冒险。可是你先回队伍吧。你跟在我后面，但真打起来你自己机灵点，我顾不了你，我绝不会是累赘。好，那你也先回队伍吧。放心。咱们2两一队，跟紧前面的人。大家当心，提高警惕。狼的嗅觉能分辨陌生气味，恐怕我们一进林子，他们就知道了。糟糕，是右边！把人拖进来！这帮畜生居然还会玩战术，这是要成精吗？你说的对，这帮畜生真成精了。我们要怎么破？狼群听头狼的。明白了，擒贼先擒王。对，可他身边有狼专门保护，但凡头狼受到威胁，他们就会扑上来。这样，李四，你带人绕到后面找机会，我带着长乐从正面跟他刚。龙公子和剩下的兄弟们弄出动静，越大越好，给我们打掩护。当心，放心，怎么说我也是跟武松坐一桌的主，我啊强的可怕。结束了。是熊，应该是刚才的动静把他招来了。熊瞎子皮糙肉厚，打别处都没用，只得打胸口。一会儿我们太被动，他要是不给我们机会，我们耗得起吗？净化器只能管2个时辰，我们没时间耗。刘兄，等一下。就是现在。这是什么？止血草，采回去晒干磨粉，敷在伤口上能止血消炎。好东西啊，刚好你现在需要。随我来，那边还有一株人参。牛啊，你这野外生存能力杠杠的。家中长辈教的杂。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回去早点休息。兄弟，你辛苦点，带几个兄弟尽快把东西送给钱掌柜。这林子估计还有东西，我怕血腥味把他们引出来。
伤了，好痛。不痛，蹭破点皮而已。触发任务，请宿主重返密林小溪，拾取玉簪，月满之1个赠送给傻丫。完成任务，奖励医药箱1个，高级盲盒3个，高级盲盒可开出金色传说。狗系统，自己舍不得给我点金银首饰，让我去深山捡。检测到密林1小时内无危险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。我落了个东西，要回头去捡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带你一起，反正1个小时内都没危险。乐啥呢？好看。我怎么忘了山货这茬？这玩意儿不仅好看，更好吃。好东西啊！来看看这个，喜欢吗？好看，傻丫喜欢。是好看。我们傻丫大了，该打扮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奖励：医药箱1个，高级盲盒3个。要是所有任务都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发芽发芽，傻丫要开花。傻丫，这蘑菇没熟，不能吃，快吐出来！嘿嘿，别动！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别拦我！我要救人！没得事，交给我。宝儿姐，不要叫宝儿姐，要叫主人。打120，赶紧要打120！吐干净点儿。蘑菇没熟，他中毒了，快扶住他，我帮他催吐。我想静静。怎么了？是傻丫踩的。你不知道哪些有毒，不怪你。奇怪，平时一到饭点，李四就跑过来溜达，今天怎么没见人？波哥，官府来人了，说是查流民的。已经打发走了。怎么说的？我说村里都是本分庄稼人，没见着生面孔，他们转了一圈就走了。狼皮子拿给钱掌柜了，说是最少能卖这个数，50两，差不多一家能分个半贯钱。熊瞎子要等等，那个更值钱。辛苦了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跟兄弟们说，这2天好好歇一歇。知道了。本源镜不就是照妖镜吗？可这荒年又没妖怪，就一破镜子，凭啥是神装？串个门怎么弄到现在？等着吃饭呢。李婶子说这2天总有官兵在村子附近晃，我不得问问情况啊。我闺女记性可真好啊，几个婶子一说，她就能给那些官兵画出来。我去，红伞伞白杆杆，10万一起躺板板。啊！怎么了？有鬼！还真是照妖镜啊，怪不得是神装呢，牛逼格拉斯！你是说你们村这几天没人进出？军爷，真没有，咱们村穷山僻壤的，谁会来啊？哟，全国都在闹饥荒，你们这儿居然还能种粮？土好吧，咱就是个种地的，别的也不懂啊。啊，前2天来的是府衙的人啊，也是问流民的事儿。军爷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
别瞎打听官府的事。记住，看到陌生面孔，赶紧来报。一定一定。那人是谁？腿怎么伤的？天上摔的。抬头我看看。几位官爷怎么来我们这乡下地方了？倒是个会来事儿的，记得见到生面孔立即上报。走了。哥，我会越查越严了。我龙傲天行事，绝不连累旁人。瘸着腿你往哪儿跑？回去吃饭了，饿死了。从娘那儿借的2两银子花完了，得去趟钱掌柜那儿，赶紧卖掉人参。恭喜宿主开出金色传说，获得混凝土配方1份，水泥黄沙不限量。丁，触发任务，请宿主带领全村村民修筑防御工事，抵御外敌入侵。完成任务，奖励金丝软甲防弹衣1件 ，M 型手枪适配子弹10颗，高级盲盒5个。擦，狗系统这次这么大方，你不会也吃了菌子吧？这第2件防弹衣刚好可以给傻丫穿上，回头整个钢筋，那我岂不是可以盖高楼了？那我岂不要成为房产巨鳄了？让我来看看，找块风水宝地建几幢联排小别墅。大半夜的，谁去后山？哥，这大清早的，啥事儿啊？昨天夜里，谁往后山跑？不知道啊，一会儿我去问问。我昨天夜里想了一下，咱得把城墙修缮修缮。什么修墙？这才刚不用饿肚子，咱哪来的钱修墙？这官兵随便进出，别吓着老人孩子。过2天水稻就要下秧子了，被人看到咱有大米，那抢粮的人就更多了。再者说，咱们前几次惊动了野兽，万一哪天饿极了，跑出来吃人。照这么说，是得修啊，可咱没钱，穷啊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，咱有人干活就行。你要修城墙，这个时间绝对不行。不过是官兵来了2天查人，就突然开始修缮城墙。我们那是防御山里的野兽，就是啊，还有抢粮的。早不收晚不休，偏偏选在这个时间去修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可以各家自建防风坝，过肩就行，不仅掩人耳目，也能防御。日后真有需要，可加高，再将几处关键位置连起来即可。厉害啊！现在只需要在村口搭个哨塔，安排人轮值。我见过哨塔，简单的很，搭起来快。行，我们先回去合计合计。李四，你盯着钱掌柜，尽快把钱拿回来。咱得去看看，那几个点必须要精准。傻丫记得。好完整的地形图，我刚才说的几个关键点位，他也标注出来了。你还会地形布防？系统只让我救过傻丫和龙傲天，该不会傻丫也有隐藏身份吧？傻丫姑娘只听1遍就能把整张图刻在脑子里，并画下来。若她康健正常，定是我大境最年轻的军师。还得是你啊！这夸人的小词儿一套一套的。傻丫姑娘，我再同你详细说说，你能否画得更细致些？好。哥，小心！不错，挺稳的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这个叫千里眼，你们放哨的时候可以用它观测情况。看见了，清清楚楚，真他娘的神了！四哥，给我也瞅瞅呗！我也想瞅瞅。放心，值岗的时候有的是时间给你瞅。波哥，四哥，后山出事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！挖出什么了？我看看。这是铁矿啊！就是铁矿，哥，咱发了！现在官兵隔3差5的来查，你觉得我们捂得住吗？哥，那你的意思，保命，交出去。哥，你有通天的本领，现在又挖出这么个宝贝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兄弟们都愿意跟你上刀山下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兄弟，这种掉脑袋的话可不兴说。哥，上面的人有几个真把咱放眼里，别的我不懂，但我知道跟着你不饿肚子，还有钱挣。哥，
我们愿意跟着你干大事。兄弟们的心意，我明白。我刘波没什么大本事，更没什么大志向。大家也不过是想吃饱饭，不饿肚子。这种掉脑袋的事儿，咱就别去沾了。这李四拿我当小日子整呢，就这么几个人去造反，我都没命活着出城。哥，咱们打个熊，都有人受伤。这真要去打仗，那就不是受点伤的事儿了。现在外面世道乱，咱们自己的心不能乱。不过，要是真有人敢来抢粮、杀人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他。哥，你这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守好咱们的1亩3分地，把日子过好。咱们不惹事儿，但也不怕事儿。听说后山今天挖出矿石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啊，挖出个烫手的山芋。想说啥就说吧。刘兄能人异士，如今铁矿在手，就不想做点什么吗？就我们这一村子老弱妇孺，你想做什么？以刘兄的能力，招兵买马应该不算什么难事。你们这些人，张口闭口就是这种话，那打仗有那么容易？合着你还没金榜题名，就已经忘了那碗糊糊了？他们这些权贵们，为了自己手上那点权力争来斗去，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饭都吃不饱，谁管过？可如果敌人把刀架到你脖子上呢？那碗糊糊的滋味，傲天不敢忘。战争有2种，一种是攻城略土，被权势的野心驱动；另一种是肩负保护身后百姓的责任，不被外敌所侵。筑城练兵，并非野心家的手段，也是百姓自保的手段。你的意思是，要我练兵采矿？刘兄应该猜到在下身份了吧？哎呀，好难猜啊！总不会是京城那边来的吧？果然瞒不过刘兄，在下当朝太子龙傲天，之前隐瞒实属无奈，还望刘兄见谅。太子如此坦诚，在下也不绕弯子了。那铁矿，我们村子护不住，我准备上交给府尹大人。好心，郝大人，不妥。郝大人虽为人正直，但官阶太低，你把铁矿交由他保管，恐给他招杀身之祸。算时间，巡抚包清明、包大人这2日应该巡查到此。此人清正廉明，且有调兵之权，铁矿之事可放心交于他。包大人，明天咱就去找包大人。草民刘波见过巡抚大人、府尹大人。是你啊，刘波小兄弟，这就是我刚才说助我拿下通判赵武才的小伙子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郝大人可是夸了你好半天。府尹大人抬爱了。今日找我，也是有冤情要举报。包大人，是我找你。殿下，形势紧急，包大人不必多礼。我先行告退。老臣听闻殿下出事，便迅速赶到此处，于昨日傍晚抵达。老臣听闻殿下坠崖，可有受伤？都是皮外伤，无碍。当日中箭坠崖，若非刘兄所救，早已是崖下枯骨。多谢刘波小兄弟出手相救，日后但有差遣，老夫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包大人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救人也不是为了要你们回报的。现在京城什么情况？老夫得到的消息不太妙，陛下对外宣称龙体抱恙，已3日未上筹。太医院每日请诊，却并未带出任何消息。内外事务皆由林城代劳，
殿下坠崖一事传回京中，说是林丞相联合百官，意图让陛下改立储君。反派出现了，这死老登！所以他现在派那么多人到处搜捕你，就是要坐实你已经……是秦将军，现在只有秦将军领兵在附近剿匪。不错，那日我正是被他的穿云箭射下悬崖，只是我仍想不出究竟是谁透露我那日的行踪。父皇被软禁，你可尝试与小顺子联系，他那边可有什么消息？小顺子，他不是同您一起出宫了吗？是小顺子。他当日要随我通行，我念他辛苦，特允他留在宫中休息。这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获得奖励神级盲盒赐1，可开出任意指定物品。这就完成任务了。早知道这么简单，我早就带着他来投奔包大人了。殿下，您随老臣先下江南，再一同回京。林丞相再怎么手眼通天，也不可能挨个搜查巡抚宪兵。不行，这样一绕，回京起码也是2个月以后的事了。可现在回京必经之路必然被重兵把守，就等着你自投罗网了。我再想想吧。既然没我什么事了，那我先撤。这次多谢刘波小兄弟了，这个是舟车费，小兄弟别嫌少。多谢，钱我就收下了，就先行一步了。快给我开神级盲盒，我要变形金刚擎天柱。版权限制，无法获取该物品。什么意思？无法获得版权授权，已为您替换为同功能替代品铁疙瘩牌变形装甲，可声控切换多种交通工具形态。山寨货，这做工不错哎。变身。愚蠢的人类，你还没给我取名字，没有指令，我要怎么变身？这特喵的是从影视城出来的吧？我可以叫你擎天柱吗？梁教授，你知道版权吗？信不信分分钟告到你破产？那就擎天。真是毫无创意。你是 AI 假扮的人类吧？擎天变身。这也太帅了吧，溜啊！怎么了这是？你去哪里了？等了你3天了，饭也没吃。说来话长，这是给你和娘买的衣服，你去换上，出来我慢慢同你讲。傻丫头，波哥不是跟你说了出门办事吗？干嘛不吃饭？波哥走了，不要傻丫了。怎么会？波哥怎么舍得不要傻丫？你看，晴天，表演一个给傻丫看看。这个名字很特别。女人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叫晴天，你无聊了可以和她聊天玩。晴天，女人这么快就开始想我了吗？想你也想波哥。波哥是谁？女人，难道我不是你唯一的哥吗？波哥是，你不是。母胎单身的我，居然也有被人惦念的一天。可如果敌人把刀架到你脖子上呢？殿下坠崖一事传回京中，说是林丞相联合百官，意图让陛下改立储君。他现在不就被人刀架脖子吗？他要怎么回去呢？触发隐藏任务，辅佐太子龙傲天登基。任务奖励神级盲盒乘1，神级盲盒可开出任意指定物品。嘿，要开始玩权谋了吗？触发任务，请宿主带傻丫前往京城，完成任务，奖励精密度测量尺乘1。这次还是双黄蛋，幸好晴天够大，车上多坐一个人绰绰有余。波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怎么了？大清早就着急忙慌的。波哥，梯田储水不够，下秧就死，你给的水稻苗都快死完了。就这点水，还是我们10几个从山下挑上来倒进去的。这挑一趟水得小半个时辰，我们就是日夜不歇也不够啊！当初是算好雨季先到，储水沟蓄满水刚好下苗，这都多久了，一个雨点子都没掉下来过。那咋办？当初就是大旱，这地才开始荒的。大家不用太担心，水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看来又要大磕一波了。龙傲天，
我知道你现在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我得把水稻的事儿先处理好。高级盲盒，先来个5连抽吧，要灌溉用的。恭喜宿主开出花洒壶2、龙骨水车设计图1、葫芦瓢1、塑胶水管1。恭喜宿主开出金色传说，获得手摇式抽水机。卖人参得的10两银子，就换你这么个铁疙瘩。唉，一时氪金一时爽，一直氪金一直爽。只有钱包受伤的世界达成。水上了山，秧下了田，3个月以后，这整座山都会变成金灿灿的稻浪。咱们不仅要吃饱，还要吃好，让孩子们顿顿吃上白米饭。元氏，我把您的技术带到这荒年了，愿这技术也能护住这方世界的人，愿天下再不会有挨饿的人。剩下的，李斯带着乡亲们也能干了。龙傲天那边估计等不了了。哥，不行，你带上我呢，我给你跑跑腿。那怎么行？你还得替我坐镇这片梯田呢。也不知道是稻子先熟，还是我先回来。要不还是把傻丫留下吧。路上照顾好傻丫，在外面放机灵点，遇事千万别逞强。放心吧，爹娘。刘兄，我回去想了一下，我有办法送你回京。不行，刘小兄弟有何妙计？这事儿没那么复杂，官路走不通，我们就换条路走，山路、水路，哪个能走就走哪个。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。罗马是何地？我老家一个村子。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怎么走的事儿交给我。你要考虑的是，回去怎么去打大老虎。此去京城凶险万分，你何必把自己卷进来？我也不想啊，可刀都架到你脖子上了，我没办法装作看不见。他日大成，必让刘兄的名字铭刻在每一寸我大晋的土地上。啊，这个就不用了吧？好家伙，你这是把我刘波的名字当 GPS 导航点用呢？小小年纪却如此大义，他日必有一番作为。明日与巡抚亲兵一同出城，何必知道让你受委屈了？不过咱们最好还是避开人群，请天变身。啊！帅吧？刘兄当真奇人异士，此物乃国之重器，若用于战场，可抵3000骑器。我的童年梦想就这么被你拿去琢磨打仗了。扶好了，咱们出发。需要我怎么做，或者有什么困难，你都可以跟我说。刘兄一路相送，傲天已感激不尽，剩下的事本就是我自己的战场。你不会就准备这么走进去吧？那不等于自投罗网？我龙傲天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，而尬的是吧？行，你霸总你牛逼，那我请问呢？你有几条命这么去送人头？我既然敢来，自然有我的依仗。包大人已安排好一切，明日会有仪仗队引我回宫。你的阵仗闹得越大，他越没法下手。顶级阳谋，高啊！臣林怀仁恭迎太子殿下。林相有心了。臣听闻殿下受伤坠崖，心急如焚。先回宫吧，乏了。傲天，父皇，儿臣回来晚了，我被他喂服迷药，整日昏睡。父皇放心，儿臣既已回来，那就该变天了。姐，傻丫，傻丫，别乱跑，这是皇宫，丢了，我可找不着你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事。恭喜宿主完成送傻丫入京任务，奖励精密度测量尺乘1，高级盲盒乘5。他怎么一个人跑到御花园去了？而且他那状态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。他一进这皇宫就怪怪的，所以系统奖励的这枚丹药真的是给他准备的。忘记未必是坏事，记起也未必是好事。记起和忘记，这是个问题。这么哲学的问题，睡醒了再说吧。
傻丫，你吃的什么？好吃，还要吃。那是药，不能乱吃的。傻丫饿，要吃糖豆，好吃，甜的。算了，可能注定的吧。有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？饿。好吧，走，太子的接风宴，吃点好的去。在我这儿放这么久了，不会受潮过期了吧？我操！我这初来乍到就喜提死亡套餐了，这臭老登搞我干嘛？不对，我现在是龙傲天的救命恩人，我要是死在他旁边，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？死老登，杀人诛心不说，还玩一石二鸟，可恶！死老登，照妖镜前还不给我现原形！林老头想借毒我来弄你，居然跟我玩一石二鸟，这鸟人真他妈阴险！林丞相在朝中经营多年，宫中眼线遍布，下毒不是难事。这玩意儿叫照妖镜，坏了的东西和坏了的人，它都能照出来。哎呀，你这么照没用，你再照照这个，不仅能照物，还有人。我在席上照了一下，有问题的全都框出来了。刘兄赠我如此神器，实在贵重。我龙傲天不欠人人情，刘兄想要任何赏赐，皆可与我说。你倒是不客气，我也没说送赏赐，是一张控票，上面的金额你随便填。我这是触发霸总被动技能了。你可以给我钱吗？我只要钱，不要别的。你做这一切，只想要钱？对，我要很多很多的钱，一时氪金一时爽，一直氪金一直爽，染上恶习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唉，好，那等林怀仁抄家的财物尽数归你，不做充公。老林，你但凡有点志气，就做和珅那样官，否则我都看不起你。你圈出的这些人，皆为林相党羽，他们沆�血一气，利益关系错综复杂，真要动他，就需一网打尽。可正因为人数众多，才更不好下手。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这叫化繁为简。皇上已经清醒了，请他来议事，他敢不来？来了之后不谈到你满意，他能走得了？确实是我想复杂了，突袭才会让对方措手不及。那明天便让他有来无回。老臣参见太子殿下，不知殿下召老臣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赐座。林相为官多年，傲天有几件事想请教。临近午膳，不若边吃边聊。丞相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不信您闻闻这香味。香而不艳，滴而不淡，醇香优雅，回味悠长。臭老登挺识货啊！老子为了今天的商务，专门刻的烟酒套餐，30年的毛子喝不死你，也香死你了。老臣这些年为了大晋鞠躬尽瘁，可我又得到什么了？嫌我年纪大，碍事了。你们父子俩想卸磨杀驴，哼！那我们就看看谁才是那头驴。你等会儿的，我拿手机给你拍下来，报到网上，爆火的。林相醉了，来人，扶林相去偏堂休息。你有这么多神器，当真会在乎世俗的银钱？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龙傲天，你还没当上皇帝呢，竟敢囚禁朝廷命官！你毒害皇帝，把持朝政，结党营私，意图废除，共计30条罪状。认罪书上是你亲笔签字画押的。这不是韦小宝至亲鳌拜吗？韦小宝是真打，我是真喝。你这是屈打成招！哼，那便请御医来查，看看我把你打成什么样了。
是你不知哪里修来的妖门邪术，败在此等妖物手上，老夫认了。明明是你自己贪醉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喝酒误事的道理还不懂吗？嘿，梁教授，我虽是无所不能的汽车人，但我不背锅。林怀仁，我送你个痛快，明日朝堂公布罪行，斩立决。林怀仁30条罪状确认属实，斩立决，其党羽按罪论处，有隐情者可从轻发落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此番拨乱反正，有一人功不可没，正是此前救下儿臣性命的刘波。刘波胆识过人，有勇有谋，乃我大境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儿臣提议封刘波为护国农师，全国推行新法，开荒种粮，兴农事以安天下。准奏。太子殿下，这国师帽子太大，我自知没那个本事当，刘兄不必妄自菲薄。何况也是傲天有求于刘兄，我想请刘兄将农事之法全国普及，此事利国利民，惠及千秋。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但也没必要为这给我封。此事从长计议，我先去父皇那边议事了，告辞。走吧，带我们傻丫去逛逛京城去。你把这个拿着，我去排队给你买桂花糕。老臣参见长乐公主。孙伯伯，快起来！老臣无能，派了很多人去找，都没找到公主殿下的踪迹。那日我被追兵逼到跳崖，本以为谁料天不亡我，让一户农家将我救下。我受伤失忆，所以一直未与你联系。前几日随龙傲天入京，机缘巧合之下恢复了记忆。什么？你和龙傲天碰面了？他不会……他不知我身份，我感觉追杀我的也并非是他安排的。这个我去查，之前一直担心你的安危，现在可以全力去调查此事了。傻丫，国师，这是查出林怀仁府邸的财产清册，您请过目。操，这他喵的是什么鬼话文？记录得很仔细，虽是我们该做的，但却是整整3日不眠不休整理出来的。辛苦了，我定会禀报太子殿下的。我就不细看了，你挑些要紧的说给我听听。林贼府中查抄现银218万两，各类地契300余份，古玩字画。发达了，发达了！林相谈了这么多年，辛苦了，我一定物尽其用。国师，您签个字确认，户部这边就结束了。这个我先带回去，逐项核对了再签，不妨碍你们结案吧？不妨碍，不妨碍。国师行事谨慎周全，实乃吾辈楷模。唉，兜兜转转一大圈，文盲竟是我自己。怎么办？我要不要跟龙傲天说我不识字？这也太特么丢脸了！社死现场。波哥还不睡？你先睡，我还有点事。白银218万两，金条1200两，良田3000亩。你认字？认的。帮波哥念念，这上面都写了啥？虽说这些现在都是我的，我应该高兴，但这老登也贪太多了吧？念完了，合着他当官主营贪污，副业才是当丞相啊！在古代会让姑娘读书认字，看来这丫头的身世绝不简单。丁，触发任务，请宿主和傻丫学习大晋文字，完成任务奖励神级盲盒1，高级盲盒5。你终究没放过我，我不做，爷们儿要脸，要脸！草民拜见皇上，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就别逗趣我了。太上皇溜得也太快了，这才几天就把你赶上龙椅了。今日找朕何事？林怀仁的家产终于算完了，居然有这么多，整整算了5天。户部说给您批阅了账本，我就可以办过户了。国师准备如何处理这些财产？我要买地盖楼啊！我要成为地产巨鳄。国师志在经商，士农工商，我知道商这会儿没地位，可谁不想当马爸爸呢？商人虽然市侩，但现在搞钱才是正事，没钱你拿什么修路赈灾？去户部过户吧。你有一个神级盲盒即将到期，是否开启？这是完成辅佐龙傲天登基任务系统奖励的，小气巴拉的还限时收回。我现在急需一个工程队给我盖楼，可怎么安置这些人呢？有没有需要时出现，自带工具给我干活，不需要就消失的工程队？需求匹配成功，摇动铜铃，可召唤幽灵工程队，依指令行事，施工无声，凡人不可见。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！试试去。去吧，照着图纸帮我把房子盖出来。陛下找我，朕有一事想问你。大京要重振国力，第一步该做什么？要想富，先修路。修路？对，你看，从京城到江南，那几条破官道，走一趟要20多天，路不通，钱就不通。朕也想过修路，可一来财力跟不上，二来工部那帮人，榆木疙瘩。你前2日给他们的楼房搭建图纸，他们到现在都没看懂，那就换人。换到能看懂图纸能办事的为止。你说的轻巧，工部几百号人，你说换就换。不用全换啊，只要有一个能办事的人就行。国师大人，下官不知您驾到，有失远迎。你叫什么？下官甄佑才，工部从9品，管图籍档案的。这是什么？前朝官道的修筑记录，3合土夯实法，虽不及水泥结实，但材料易得。真是瞌睡遇上枕头，这人才自己不就来了吗？甄佑才，你这些东西跟工部其他人说过吗？下官职阶太低，说了也没人听。从今天起，有人听了。收拾收拾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干活啊？难道去度假？这就是我说的改良方案，比纯水泥省30%材料，路面寿命能多10年。听见没？就按他说的办。看来你们这里的进展不错，这就是你从档案库挖到的人。怎么样，皇上？工部也不全是废物吧？路修好了，朕给你升官。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京城到江南的路线图。国师，这是哪位大人的手笔？我妹画的。令妹，当世奇才。国师妹妹比工部所有画师都厉害。好高，才盖一半呢。那不是要盖到云里去了？你说他们会不会害怕？傻丫不怕。是啊，心里没鬼，怕个球。这儿以后就是京城最热闹、最繁华的地方。我刘波说的。陛下，臣等严格按照图册耕种，翻土、育苗、施肥，绝无马虎。那这是什么？江南水患未退，灾民流离失所，再不解决温饱问题，要出大事啊！水患，陛下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说，北方的开荒法是旱地起弄，到了江南，水排不出去，秧苗根烂了。既然找到问题所在，老夫请命即刻南下。但老夫不善耕种，所以恳请国师一同前往。我走不开，我的楼房还没封顶，修路也不能耽误。
包大人可按计划动身，我给你准备秘密武器。江南那边水多，地里湿度大，所以开荒图跟北方不能一样。要改？对，排水育苗、插秧都要改。首先要有培水沟，然后江南得用高期育苗，最重要的浅插秧苗，大概这么深，秧苗不能埋太深，不然会烂根。那我重新画吧。30年的毛子，好东西。国师，这是……包大人，开荒这事儿不要找官员，直接去找会种地的老农。这图纸没有字，会种地的都能看懂。国师心怀苍生，老夫替江南百姓谢过。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楼房？我取名叫设计楼，准备租给京城踏实干活的小官员，按月俸的1成收租。你当初说要经商，朕以为我是要搞钱啊，但我在驿站看到很多小官员根本买不起房，租房耗去大半月俸，哪里能攒下余钱？谢了，用好还你。只有通过本园境考核的人才有资格住，楼会越盖越高，路会越修越远，大晋的百姓都能住上像样的房子。等楼盖好了，朕要上去看看，整座京城都在脚下的样子。行，顶楼给您留着，再给您配个全景大阳台和私人游泳池。那是什么？好东西。好，能配的都给朕配上，我都要。终于搬完了。这是什么？傻丫，哥就靠你了。这是大晋各地记载的官道以及修缮记录。你上次画的京城地图非常好，所以这次全国的地图也得靠你了。好。以前怎么没注意？这丫头怎么瘦成这样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劳累过度，回去多休息，多补补身子。波哥，我画好了。我看到了，我们傻丫最棒了。傻丫好得，睡一会儿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都认了。睡吧，哥守着你呢。看好了，3份沙，1份水泥，水慢慢加，搅到这种稠度，不掉不流就对了。上手试试。真有才！这段路基铺完，往后就照这个标准来。下官记住了。这么高的楼，风一吹不得塌喽？虽说租金只要1成，可这楼，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国师，老夫问你，此楼何人所建？是在下主持修建的。一夜之间拔地而起，连地基都无人看见动工，我看是妖术惑众。我用的是水泥钢筋，坚固无比。您若不信，可以上去亲自验看。哼，验看？老夫怕上去就下不来了。妖楼定是妖法所患。讲话要有证据，别张口闭口就是妖法。那我问你，为何要将房子建在这交通不便的城郊？再往前一点就是南山了。这是我的商业规划，我无可奉告。官府现在正在修路，这里以后不会偏的。操！这老头给我搅和的全黄了。国师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下官来签约的。签什么约？租约。下官要租一间房。真有才，你不怕？挺结实的。
昨晚睡这么沉，这房子真他娘的好啊！真主事，昨晚真住在这里的？是啊，睡得很香，一觉到天亮，不晃不响不漏风，墙厚着呢，半点风都听不见，半个京城都尽收眼底，美哉快哉！我说真的，不信你们可以跟我上去看看。朝廷这是要拓宽到江南的官道，沿线的铺子房子都得清退，朝廷给钱。道儿要过东直门、柳树巷，还有城郊那个设计楼。接过。那以后南来北往的客商一进京城，抬头见的就是那楼。国师前2天说的都是真的。早点搬过去，还能选个沿街的好位置，商税也能减免20%。走，找国师去。国师大人，我是东直门绸缎庄的老赵，想租您的铺面。我先到的，国师大人，我带了1年的租银。国师大人，租约本子不够了，就剩3本，拿着，早就准备好了。您算准了他们会来？不是我算准了，是路修到哪儿，钱就跟到哪儿。这个道理，商人比谁都懂。摩天轮是我送给傻丫的惊喜，要是直接找他画，那还叫什么惊喜？脑子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可手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国师请看，您说的可是这个水车？国师果然认出来了，这水车是前朝改良过的，可引水上山。谢谢你，但我不是要水车。一个特别大的圆，立在地上，边缘挂能坐人的轿厢，谁能画吗？以前傻丫画捕兽夹，画开荒图，我一说他就懂，我当时默契呢，现在才明白，那特妈的是人家的天赋，跟老子有半毛钱关系。波哥这2日睡着总在说梦话，一直在说大圆圈挂小房子，我就试着给画下来了。这世上还有谁能仅凭几句梦话就把我想要的画出来？这就是波哥想送你的礼物，送给傻丫，能升到天上，整座城都在你脚下，皇宫街道所有，就是被我弄砸了，没了惊喜。傻丫喜欢的。留给你们的空地已经不多了，全都画到我的商业版图里了。这又是国师的手笔。昨儿个我从这儿路过，还啥都没有呢。走，波哥带你上去感受感受。你看，那是设计楼，那是刚开始修的官道，还有那个是皇宫。哎，怎么哭了？太高了，害怕吗？不怕不怕，波哥在呢。傻丫不害怕，就是太开心了。开心怎么也哭？当真是水做的。波哥，傻丫明天还想来做一次。行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你想做就做。傻丫，过来。甜。糖葫芦能不甜吗？你把早餐放在床边，还留一口给我，我要的温热的。是怪甜的。怎么不点灯？你干什么？起来！我本名叫赵娟，是前朝公主。龙家夺权的时候，我才5岁。
我被工人们拼死救出，在宫外长大。林怀仁查到我的行踪，派人追杀，我不得已跳崖明志。天不亡我，被你父母所救，但因伤了头，成了什么都不知道的傻丫。再后来的事，你都知道了。救命之恩，外加报仇之恩，我当做牛做马来报答恩情。我不该瞒你。恢复记忆后，我与前朝旧党联系上，原以为是龙傲天容不下我，调查后才得知，对我们赶尽杀绝的一直是林怀仁。就这事儿，那我以后要改口叫你赵娟吗？我瞒了你这么久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来出气。我为什么要打你骂你？因为我骗了你啊。你骗我什么了？你只是没说恢复记忆的事，可你一直都是傻丫。从5岁开始被人抱着逃跑，被人追杀，被迫跳崖，被捡回来，全都是别人推着你走。现在你有很多时间，慢慢去想，你要做什么，你想做什么。我要做什么，我想做什么。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一直以为是习惯，是哥哥对妹妹的爱护，直到那天你晕倒，我才突然发现，这份上心从一开始便是心动。我不想只做你的哥哥，我想做能伴你一生的心上人。上个月商税入库1200两，比户部预估多了3倍，租金收入另算，商户续约率10成。国师，租约到期能不能续3年？续5年也行，我加租。赵胖子，你让开，国师先跟我谈。各位，按规矩办，续约统一月底办。东郊这块地是官地还是私地？官地，荒了7、8年了，没人管。真有才，你觉得这块地做什么好？这儿的土质偏沙，种东西不行，盖楼地势过高又偏，也不太行。下官想不到，你这脑子里就只有种地跟盖楼了。那还能做什么？商业街做起来了，路马上也要通了。可大晋最有钱的那帮人，高官富商、外地的豪绅，他们来了住哪儿？住驿馆。驿馆，商业街有了，下一个就该是富人区了。我要在这里建半山别墅，出入有官道直通京城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背后是山，前面是城。换你，你想不想要？国师，正要去找您。上个月商税的数，您看了吗？真佑才给我念过了。1200两，以前这整条街1年都收不到300两，现在1个月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我给你整个更赚钱的。东郊那块荒地批给我。那块地土质不好，地势也不行，都荒多少年了，您要那个做什么？盖房子，卖给有钱人。别人都说你是种地的，依我看，国师您是种房子的。哈哈哈哈，种什么不是种呢？按图施工，去吧。诸位，请随意参观。这个露台观景用的，早上看日出，晚上看万家灯火。我爹说你的楼住不得，都是用妖法变的，妖法没了，楼也就没了。那公子跑这一趟是干嘛？好奇，不行吗？这地结实吗？
这么多人，每天来来回回踩着呢。定金多少？哼，先排号，后天开盘。排号交定，一个一个来，定金50两，不退不换。别墅3层，一栋住1户，我盖了几栋来着？6栋。6栋，这么多人排队。后面还有呢，下一批盖12栋，预售期1个月，先收定金再盖。安排人去给排队的每人发1碗糖水，账算我个人的。好嘞。这段路基可算是铺完了。往南120里到青州府，全是丘陵，土质松软，比前一段难修几倍不止。慢慢来，材料够吗？够，但缺一样，人。再往南走，不仅人手得翻倍，还需要一个带队的人一路跟着。你能带队吗？下官不会。那就从今天开始学。国师大人，下官愿意学，下官也愿意。年轻人肯学是好事，真有才，交给你了。挑到人就让他带队，挑不到就你自己带队。这老包就不能发语音吗？好好的跟我扣什么笔友啊？怎么了？包大人来线了，你帮我看看他说啥。江南3线修路工程，上月已通车120里。国师之法，利在千秋。老夫年过50，头一回看见路能修得比墙还结实。百姓自发组织沿路查摊，不收过路钱。另附一事，有商家出资效仿半山别墅购地建房，县衙处理了闲置荒地，填补了去年赈灾的亏空。波哥，要不我教你认字？谁说我不认字了？我堂堂一个硕士，居然在古代成了文盲，就别再说了，爷们儿要脸。这应该是我的名字吧？国师刘波亲启。这路真他娘的平啊！以前走一趟南边，屁股颠成8瓣。以后去青州走亲戚，1天就能到了。皇上口谕，官道通车，3州粮价回落，国师功在社稷，赐金匾1块，悬于社稷楼前，钦此。御赐金匾啊，回头给我的半山别墅也求一个。这是什么？今年的账，设计楼租金、商业街商税，还有包大人那边运回来的水泥款。这些符号好奇怪啊！这是我老家那边用的字，所以我真的是认字的。以前熬夜加班改 PPT， 天天想着等有钱了，就把辞职信扔老板脸上。后来在茅草屋饿醒，就想着等有钱了，一定好好吃一顿饱的。恭喜宿主开出硝石灰配方成1。硝石灰，这是要做炸药啊！北朔3日前越边境线，在落雁关扎营，宣称只是演习，并非挑衅。怎么哪儿都有这种臭不要脸的人？礼部建议派使节去议和，
可北硕点名了，要你去，说是久闻大晋国师修路有方，想当面请教。这是正经请教的态度吗？你可以不去，边境不比京城。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自然是要去见识见识的。他们自己说的卯时到，现在都快40了。再等等吧。坐，边境条件简陋，别见外。我直说了，北硕不是打仗的，是来谈2件事。第一，粮食3万担，北硕今年大旱，收成不好。3万担不是小数目。哈哈哈哈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这第2件事儿就是回报你们的。第二，你们那个水泥配方还有高层建筑的工艺，北硕想要，当然不是白要。你们把配方和工艺交出来，北硕帮你们搞定手续，有我们北硕的背书就好办多了。一个配方加一套工艺，换整个北部市场，好像挺划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北硕是不会让盟友吃亏的。你们交出配方和建造工艺的完整资料，北硕来帮你们承担风险。大晋在边境附近修建的道路和工事，如果没有经过北硕的审查，北硕可能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。当然了，我们更希望用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。3天，真有才，你觉得我该妥协吗？即便我们妥协了，日后他们也会用其他问题逼我们退步。明面上跟我谈的是赫连烈，可实际上和我谈的是他们强大的军事实力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弱国无外交，想要有话语权，就要让他们怕你。这是萧石辉的配方，你照着方子把东西买齐，剩下的交给我。500两，给我全开军需物资的高级盲盒，去掉这个。这个还有这个。温馨提醒：宿主删除选项已达上限。那就这样吧，今天真是憋屈够了。开，全给我开！恭喜宿主获得军用干粮乘100。我500两真金白银啊！你就给我出这种东西？盲盒开出的概率需要我再向宿主解释一遍吗？好，我不说了，克，接着给我克。系统，你本名叫吞金兽吧？啊，2万两银子，就这些破玩意儿！恭喜宿主获得金色传说速射机枪乘1，配套弹药乘3万发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色传说远程精准狙击。加特林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色传说微型静音手枪乘1，配套弹药100发。还来！国师，萧石辉，还有其他的，按您的方子都买回来了。接下来怎么做？接下来回驿站，今晚好好睡一觉，养足精神，明天跟我去谈判。就睡觉？对，睡足了精神，明天站在我身后别发抖就行。把这些按配方制作好，然后埋到我说的位置。大晋的土酒，北硕人喝惯了烈酒，这种玩意儿跟水一样。这个还算能入口。
水泥配方和高楼工艺，我想以专利的形式卖给北硕，也就是说，大靖将这些技术授权给北硕，按次收费，按量抽成。你是说北硕建房子还得给你交钱？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大靖并没有带着诚意来谈。我觉得我是诚意满满来谈合作的。哼哼，你觉得？我要的是，我觉得，那就是没得谈了。想要谈，起码让我看到你的诚意。哼。行，那你就好好看看我们大靖的诚意。1号爆破点，爆破！你做了什么？别紧张，这不是展示一下我们的诚意吗？装神弄鬼，想吓唬我？我们北硕人可不是吓大的。2号爆破点，爆破！你猜下一个大呲花会在哪？到底想做什么？老子来边境只为3件事：公平，公平，还是天的公平。你想怎么公平？水泥配方和高楼工艺，大靖以专利形式授权北硕使用。北硕在北部市场进行水泥贸易或建筑工程，每笔抽2成利给大靖。你埋的是什么？还有多处？在什么位置？使臣放心，大靖只想心平意和的做生意，绝对不会轻易挑起事端。国师，北硕居然真的让步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不得不让步。可是他们真的会让利给我们吗？他修路就得给钱，卖水泥也得给钱，不是他有契约精神，而是我们的硬拳头逼着他讲道理。那咱们以后岂不是坐着收钱？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下官不知道啊。国师此行平息边境纷争，扬我大靖国威，朕代大靖百姓谢国师。你说的那个地雷能量产吗？只要原料跟得上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周边几个小国联合递了折子，说是恭贺新帝登基，要来京城进贡，同时请求大靖的庇护。他们看到北硕退让，嗅到风向变了，这是着急要换主人。朕已经批了，下月初他们就会陆续到京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边境传来的军报。出事了！北硕退兵之后，他们一个叫南越的附属小国，昨夜递了战书。南越说落雁关自古属南越藩属领地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回去。1000骑兵已经在落雁关20开外扎营了。北硕这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找个小弟来叫板，真够幼稚的。你觉得该打吗？既然有使臣要来，那咱们干脆就办一个万国宴会，把能请的国家全都请来。你要用地雷？这次咱们是东道主，得文雅点儿。这是你打猎时用的。送你了，会用吗？需不需要我教你？你说，这是世上仅此一件的神器，你就这么给我了？它就是一把旧枪，装备更新了，旧的刚好做人情。但霸总是不是想多了？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，我龙傲天就是你的底牌。南越公主飒人，待我父皇向大靖天子传话：落雁关自古属南越藩属领地，大靖若执意强占，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利益。你说自古具体是哪一年？南越在落雁关
有文化遗存，我们考古学者曾在当地发现陶片，证明南越先民在此生活过。陶片？什么时候的陶片？500、600多年前。 500、600年前，落雁关还是一片沙漠，连村落都没有。你管这叫文化遗存？落雁关的气候条件与南越接近，本应纳入南越的自然版图。气候条件？哎，不是，你等我捋捋。你抽象的直接给我干懵了。国师大人，他的意思是因为气候一样，所以落雁关就该是他们南越的。南越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。行，那你保留着。南越商队日后过落雁关，关税加1成。记住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山怀国使臣高桥拜见陛下。使臣何故晚到？万国宴席，自然不敢怠慢。臣在使馆挑选了很久朝拜服，所以来晚了。得，又来一个玩抽象的。你们继续。高使者，你这吃席怎么还自带干粮？不喝酒，谢谢。高使者既不吃我们准备菜肴，也不喝进过来的酒，那你来干什么？看楼。北硕说你们能见比天的高楼，我顺路过来看看。那你看到了，然后呢？看到了，很喜欢。那高使者是打算也跟我们专利合作了？我们并不打算和贵国合作。我们主张，在落雁关这件事上，贵国可以将管辖大权归还给南越。什么？怎么又扯到南越了？如果贵国能及时归还管辖权，我们不介意接收贵国的高层建筑工艺以及水泥配方。但若贵国冥顽不灵，那么我们只能出动5万骑兵，大家战场上见了。高使者，这是要向大境宣战。作为使者，我只负责传达我国的合理诉求。国师，来者是客，莫要忘了我们的待客之道。差点着了他的道，我要是真动了他们出兵就真的是名正言顺了。哼！山怀崇武，虽然他们国土不大，但藩属国众多。5万骑兵，是我们的5倍，这是吃死了我们打不过他，逼我们投降，让出落雁关。不止。还想让我们交出建筑工艺跟配方，他在想屁吃！老子的基因里就没有投降这2个字。等着，我给你弄秘密武器去，这仗必须打，否则那些阿猫阿狗都会来挑衅我们。这就是你说的秘密武器？这可是好宝贝。陈有才，过来！国师，把心都按照你说的摆放好了。哼，好，不错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射击！拿着冷兵器就敢叫嚣，格局小到拉完了。是时候给你们一点点热武器的震撼了。老子氪了86万两，山怀，这局你死的不冤。众将士听令，第一个摘下山怀国旗的，单独奖励2条华子，2瓶毛子，咱不差钱。
也没有很强嘛，86万是不是克多了？刘国师，六爷饶命！我也只是传达我们皇上的旨意。这是山怀国请和文书，恳请大靖过目。投降书写的挺快啊。这次请和文书，山怀国无条件承认落雁关归属大靖，山怀商队行经落雁关，自愿提高关税2成。不行，3成。陛下，提高2成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。倘若那是你的问题。提高关税3成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行，3成。等等，再加一句：山怀国永不来犯，永不主动侵犯大境边境。山怀国愿立此誓，永不来犯。山怀国永不来犯，至少短时间内，他们肯定不敢乱来了。你把关税加到3成，这么高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妥协？用真心。用真心？因为国库紧张，我真心的需要钱。国师，南岳萨人特来敬酒。今天不玩抽象了。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是我选中的驸马。我要回去求父皇赐婚。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！南岳行事都这么吓人吗？我萨人看上的，就一定要得到手。你等着做我的驸马吧。山怀国使臣高桥，代山怀将士敬陛下。陛下，我国愿依附大靖，望大靖庇护。陛下，我国愿依附大靖，望大靖庇护。陛下，我想求你件事儿。说。你给我和傻丫赐个婚吧。我还没体验过被皇帝赐婚是什么感觉。刘波，我问你，傻丫真的是傻丫吗？傻丫不是傻丫，还能是谁？赵娟又是何人？你还要瞒我到何时？她叫赵娟，对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她自己告诉我的。在京城，你为属官安顿住所，收拢商户人心，你教农户垦荒耕种，替百姓修桥布路。你做这些的时候，你想的究竟是什么？想让老百姓过得好。朕问的是，你做的这些，到底是为了大靖，还是那个前朝余孽？你收买人心，是不是为了帮赵娟复辟前朝势力做准备？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大靖百姓。我没想过复辟前朝，傻丫也没想过。傻丫除了是前朝公主这个身份，她没做过任何威胁大靖的事。她和你在一起，就是对大靖最大的威胁。你曾是朕最信任的人。图什么？图我爹娘能吃饱饭，图傻丫不再被欺负，图全村明年都不再饿肚子，也图龙公子将来金榜题名，还能记得这碗葫芦的滋味，当个好官，让更多人吃上饱饭。我回去想了一下，我有办法送你回京。是你不知哪里修来的妖门邪术，明明是你自己贪醉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喝酒误事的道理还不懂吗？林怀仁，我送你个痛快，明日朝堂公布罪行，斩立决。楼会越盖越高，路会越修越远，大靖的百姓都能住上像样的房子。国师此行平息边境纷争，扬我大靖国威，朕代大靖百姓谢国师。你总是能奇思妙想的帮我破局，还有你那些数不清的通天神器。刘波，我允许你有这些秘密，但我绝不允许你和前朝余孽有任何勾结。你自己夺权也好，替赵娟篡位也罢，都是我绝不允许的事。你怕了？怕我抢你的皇位？你闹这么大，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一个承诺？抱歉，我给不了。你终究
还是想自己成事？我若真想反，当初挖出铁矿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自己密谋了。我还算有点实力吧，一步步打过来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可一旦打仗，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。我做不到为了一己私欲，把他们推到水深火热的战事里。比起你，我可能太感情用事了。其实让你害怕也不是坏事，保持敬畏心，勤政治国。如果哪天你懈怠了，我就会蹦出来，把你踹下那个位置。刘波，你真以为我不会开枪吗？你觉得我会不留后手就把枪送给你吗？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回京城。离开赵娟吧，你若真心为她好，就别带着她走。离开你，她可以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，过她想过的平静生活。跟着你，她就只剩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。坐在龙椅上，你比我更需要这个。保重。波哥，你脸色不太好。我要走了。又要走？这次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先出京城。那傻丫呢？你留下。他知道我的身份了。你可以做回赵娟，前朝旧部的人可以保护你，比我带着你安稳得多。你不要傻丫了。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走了。你走了，留傻丫一个人怎么办？赵娟是有亲人有朋友，可傻丫没有，傻丫就只有你，你要傻丫一个人怎么活？别把我扔下，求你别不要傻丫好不好？好。想好了，跟着我就只能亡命天涯了。想好了。父皇母后都走了，这里再没什么可留恋的。行，那走吧。刘波，你看，是今年的减税新政，商户税再降1成，粮价跌了半成。他干得还行。他确实是个好皇帝。他说我干得还行。丰州去年通了官道，今年春耕用的新稻种是从京城运来的，运一趟比从前快了半个月。他说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这3年，朕把路修到各州府了，路修到哪里，日子就好到哪里。也图龙公子将来金榜题名，还能记得这碗葫芦的滋味，当个好官，让更多人吃上饱饭。先生大义，楼会越盖越高，路会越修越远，大晋的百姓都能住上像样的房子。朕做到了。